团首席执行官易确定辞去职务，震动整个投资市场，其真实原因引发业界猜疑。回顾尹宁7年任期，公司净利逐年看涨，更在去年创出集团18年来最高水平。 醒啦！请问有水吗？啊！快，小婵煎了药，姑爷趁热喝了吧。等等，你刚才叫我姑爷啊？姑爷，真够离谱的。这是哪儿啊？江陵苏府啊。苏府。 姑爷，干什么去？哎呦，你现在这样出去，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小姐交代啊？一木那古代还成了姑爷，真是的。唉，蒲园灯会那么热闹。 小婵却只能在这里照顾你。这画的是我啊！啊，姑爷年方弱冠，俊朗着呢。没皱纹，没眼镜，但确实是我。姑爷，不是小婵说你。 要是没那个量，就别逞那个能；不能喝就别喝嘛。这下好了，这一摔，把脑子给摔坏掉了。女方叫苏檀儿，我现在叫宁毅，宁立恒。手机。哎，姑娘啊！ 这可不是砚台啊！直奉祖传砚台不是姑爷您唯一的嫁妆吗？这是我的，是你的，哎，你不会懂的。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还别说，姑爷这一摔，倒是摔出了气质。我发过誓，终身不娶。请你别再叫我姑爷啊？为什么？小婵觉得您已经无比幸运了。像您这样没钱、没势、没才学、负债累累、双亲早亡的好苗子，实属难得。这也叫幸运？没钱怎么娶的媳妇儿？姑爷，您是赘婿呀。赘婿？而且还是小姐9选1抽中的姑爷哦。还是盲盒赘婿？那我只能说，你家小姐手气不错，一次就抽中了隐藏款。手气好吗？小姐拆开的时候好像是挺兴奋的，不过拆完就扔桌上了。这位女生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其实拆盲盒的兴趣点不在结果上，而是过程。拆开的瞬间，那才是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最高点。对了，你家小姐不是新娘吗？她怎么不在啊？不会是你家小姐恐婚，不敢见我吧？哎，非也。小姐掌管苏家生意，日夜操劳，
今日濮阳老爷在绿衣楼宴请江陵所有部商，可是要商议皇上归属呢。小姐，哎，结婚都不来，我倒要看看，长成什么样子不敢见我。这脸都没有啊！差不多行了哟。小姐繁忙，没来得及画像，你还是先学习一下吧。太扯了。麻烦姑爷明日寅时自己穿好衣衫，去给老太公大房、二房、三房奉茶。等小姐。Fine， 绿衣楼是吧？不用迎侍。嗯。我这就去找你家小姐离婚。哎呀，穿着吉服就出来，趁个剃头。快走吧，来不及了。这地方不错啊。妈妈，你看那个人好乖呀。这人怎么回事？怎么穿着吉服就出来了？行，去办吧。宋大人放心。江陵一梦，有点意思。这商业街规划不错啊，没有重复经营，没有雷同定位，往后做成文旅产业就容易多了。哎，这饼摸着了。前尘落幕如烟去，波澜再起此世间。好，这位公子青藤教练的，自从您动个桑的赘婿，我的问题我还有一个婚要离台面小生的新篇奇章，哎，就此上演。你好，绿衣楼怎么走？不知道。请问绿衣楼怎么走？公子，良宵难得，可不欢我赶时间，迎一杯？我先走了。请问绿衣楼怎么走？不知道。这京辽一打仗啊，宁朔十州暂且是要不回来了。哼，还得继续给他们胡人交贡。大武朝以武为上，现在却活得这么憋屈。嘘，二位切莫声张。听说呀，此次皇上岁不督办，宋宪宋大人都已经到江陵了。靖、梁、武朝，没听说过呀。哎，兄台，别凑热闹，保命要紧啊！没关系，你跑你的。可刺激！不好，有刺客！保护宋大人！贼人休走！哇，厉害啊！哎呀，这身体太弱了，平常不健身啊。提我刀来！是。大胆贼人，敢袭击朝廷命官！
哦，帅！什么鬼？抱歉。绿衣楼。李兄的词作如此绝妙，文采斐然呐，实在是佩服呀！不敢当，不敢当。你看，刘兄这一字柔气挺好。是啊，哎，你看这笔锋利落，着实不错，佩服佩服啊！这词藻可是我想尽后期才想出来的，简直太谦虚了。真不错呀！还是小兄好好走一走吧。我有了解，有在前面听听。这里大概是文人诗会吧？刘兄啊，轻易这真没想到。 这次居然可以进入如此的地步，了不起了不起！这运动不轻易，没有。你看我呀，也就……怎么是这儿？我的愿望还能实现吗？若萍，生日快乐！今夜烟花为证，若萍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干嘛那么大声啊？高兴啊！来，我来吟一首你最喜欢的词。神经啊你！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轻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若萍，待我事业有成，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郑总，您这支股票我看了，基本面还不错。徐先生，我们团队的口碑在业界是有目共睹。方面详谈？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王总，是我。上次那个项目，您是不是在5号标那个项目？您看看是否要多加一些呢？好嘞，我记下。哎，这周末我们可以去石浦坡玩了吧？我最近忙，得加班。依宁，这样你不觉得累吗？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们都再忍耐一下吧。廖医生，我还有多少时间？风萧声动，浴火光传，一夜鱼龙舞。我要去国外深造一段时间。若萍，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这是我以你的名义做的投资，有稳定的收益，拿着吧。我们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河儿血流，黄金缕，小雨盈盈，暗香去。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公子的慈父，冠绝江陵啊！是啊！公子莫慌，还差最后一句，您提上最后一句。那人瘸子，灯火阑珊处。夫君，你来了。你也来了。哎，快看，花魁画舫！哇！秦哥，因何事开怀啊？我听说，皇上可是有意启复你呀。老夫的答案，倒叫这词人说尽了。明公，不错。鱼龙舞，黄金缕，恰如本朝风亨裕大之象。享乐者众，清醒者寡。不愿流俗者，唯远离雕车宝马，尽力于灯火阑珊之处。难怪秦公不愿回去呢，原来是朝中无志同道合之人呐。哎，这首词是何人所作？是苏家赘婿。哦，是要丞相皇商的那个苏家？回驸马爷，正是。哦，那个苏家。我媳妇儿是干嘛的？
大人有令，紧闭城门，缉拿贼寇，无出城文书，任何人不得出城。来，排好队，准备好出城文书。排好队，太热了。来下一个，快点，快点！官爷，官爷，我家住在城外，一家老小孩都等着我呢。您通融吧。没有出城文书，谁也不许出城，滚！都尉大人，您说您驾临江陵城，怎么不事先知会下官一声啊？要是下官知道您来的话，就不会。都尉大人饶命啊！都尉大人饶命啊！本官刚到你的地界，便有匪徒行刺，是要本官难看吗？都尉大人好脚法呀！是下官治乱不周，大人放心，江陵城门现已封锁，很快就能将凶犯抓获。还有，这是邸报草稿，宋大人的功绩不日将传到武都。皇上督办，横刀捍卫武朝。哼，还算你补救及时。下官深知宋大人重任在身，此时为大人树立神武形象，下能博刁民流言，上能使官家宽心，反而有利于皇商之事啊！柴犊子！啊！府尹大人，今晚皇商之事如何了？顾彦真正在办，大人放心。好。哎呦！我媳妇儿是干嘛的？这位公子，你是何人？刚才是你引起喧闹。打扰了，我不知道你们。诸位叔伯兄长，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夫君宁毅，字立恒。幸会，幸会。原来是直婿呀！那今日直婿前来，今日啊，恰逢我们江陵布商总行成立29载，夫君特赋词一首，前来贺喜。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好，初次见面。今日回阳老爷在绿衣楼宴请江陵所有布商，可是要商议皇上归属呢。哦，您就是濮阳伯吧？幸会，幸会啊，幸会。方才直婿佳作，可谓字字珠玉。有这等佳作为我商行接彩，寓意甚好啊！确实妙。宁公子有如此才学，理应殿试高中才对呀！直婿啊，这位是顾彦真顾公子，乃殿试童子举出身，为我江陵第一才子，对慈父颇有造诣。哦，顾公子，幸会幸会。可惜呀，据我所知，这位苏家赘婿不过是个落地秀才。是个落地秀才啊！濮阳伯，秀才怎么写出您与这位苏家赘婿，这也太奇怪了。是啊，而且这宁毅以前可有什么词作？不曾听说呀。我现在人设是落地秀才，所以刚才算是开挂了。谢谢顾公子提醒。无耻之友，要我戳穿你吗？
这诗是你偷的吧？嗯，回答正确。肯定不是他写的，一定是他写出来。顾公子乃江陵府书吏，说话自然有分量。但若说我夫君是妾师，可就有失公允了。夫君，以风寒为好，坐一旁休息吧。好，我听你的。诸葛武侯未出茅庐，定3分天下。诗仙太白不惑之年，方被举荐为官。3日不见，当刮目相待。一人学识深浅，又岂能刻舟求剑？若我夫君真是妾师，外场诸多文士，早当揭穿，对吗，顾公子？说的是啊，早就揭穿。确实如此啊。苏檀儿，你好文采。我苏家择婿不看出身，而看品行，不露龟角，深藏若虚，逍遥自在，正如立恒。顾公子今日本是来助兴，又何必搅扰了这喜庆之期呢？顾老板，行。哈哈，是啊，是啊。来，顾公子，此次皇商选举，我商会已有人选，按往年规矩，当轮到苏家。郭阳伯。江陵府做事，一向防微虑远。如今靖良战事告急，府尹大人派我来，正是要告诉各位，此次皇商选举需谨慎。顾公子，这皇商岁部关系到江陵布商颜面，苏檀儿年方19。执掌苏氏布行不足1年，资历尚浅，想必诸位老板对此次保举也有异议。这几年资历尚浅，不太合适吧？一个妇道人家，听我说的。滚！哎呦，真不是。濮阳伯不必为难。皇商资格3年轮转一回，虽说本次该由我苏家取得，檀儿也定会不负信任。但既然顾大人和诸位叔伯对檀儿尚有顾虑，檀儿便以大局为重。此次皇商资格，不妨大家公平竞争。这未尝不是个好办法。檀儿姑娘真是心胸的得呀！这样，檀儿气度不凡，诸位老板的意见呢？苏老板都这么说了，那我大川布行愿意加入。我也愿意加入。皇后当，我们也加入。我们也加入，我也加入。原来今天这出是鸿门宴啊！顾老板，你家呢？顾公子见笑了。我乌家主营蚕丝，皇商岁部乃比拼织造。若大家需要上等蚕丝，我乌某人并平价出售。好。既如此，那就有劳诸位各做准备，待遴选之日，由主事大人定夺。多谢多谢。公子先请。您先请。小姐，我们也走吧。好。没想到，二位请，二位请。再见面，竟是以这样的方式。按照心理学的逻辑，梦里见到不再联系的人，就是遗忘的开始。云烨，一起回吧。莫非这是让我了却遗憾？小姐，出事了！
姑爷出名了。姑爷人呢？领了月钱就跑出去了。小报哎，看江陵小报，苏家赘婿左眼的误会，随口不辞，名震江陵。小报小报，苏家赘婿左眼的误会，随口不辞。哎呦，宁公子，您这出名第一天就来买地看房啊？我只想把这个长期稳定的收益当做礼物送给他，以后他就不用活得这么累了。等等，您刚说的什么稳定收益，这是何意呀？是一片心意。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就一件事我过不去。既然在这里重复，那就是给我了却的机会。您猜我听懂了吗？这个是有点超纲了。这么说吧，江陵城内房价太贵了，我得量力而行。哎呀，宁公子，您怎么不早说啊？不就是想买块便宜的地吗？康老那儿正有一处合适的，现在就可谈。业主效率这么高？嘿嘿嘿。这位就是宁公子啊！好，好，昨夜此作冠绝江陵，今日一见，果然举止不凡呐。康老，咱就不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吧。爽快来！嘿嘿嘿，小友请看，康某人这块良田已盖得好雨。外气园林，乃世间难得悠然之所呀。闲时诗酒花茶，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想坐地起价吗？此生一那可就别怪我了。日暮携手归家。康老原本买入是想投机的吧？可惜行情难测，又没做好风控保障，几年没脱手。现在着急止损吧？怎么可能啊！只因我与那些买家没面缘儿。康老，这智商税，恐怕我是交不了了。小子，你以为我康某人的地是那么好拿的吗？来前我看过五朝律法，凡受地需家中所有亲戚优先。我看康老是个大儒，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怎么就无人接盘呢？江陵高房价区域集中，标价突破1000贯，看来五朝百姓偏爱繁华之地。那你还跟我还价？但不包括您那远郊区。现在江陵城房屋空置率极高，城中房屋也有价无市。所以您那片地指挥怎么样？烂在手里。KO。还有。哎，好了，500贯也行。啊？谁说我要500贯买？什么？逍遥还要还价？哎，量力而行。我先前不够。放肆！我家老爷乃当朝驸马，岂容你戏弄？你吓唬人多不好啊！其实，我这是在帮你啊。康老此事急于求成，想必是公主催得紧吧？哎呀！知己莫过于宁小友啊！哭！知己莫过于宁小友啊！我虽被称为五朝第一赘婿，但在家中
简直太凶残了！同为赘婿，理解，理解。所以啊，我们就这样哦，然后什么民宿度假区？可这投入……我算过了，土地50贯，盖房300贯，雇人9贯，宣传10贯，合计只需450贯。OK， 到时盈余我只要4成，6成给您。驸马，售地是单次买卖，而度假村的现金流入可就以日计算了。妙啊！那小友打算投资多少啊？500啊？50。康老，投资看的是风向和回报率，您往长远了想想。你不会就信用小友，一次。合作愉快，回见。驸马爷，合着您这钱没收回来，还倒贴了400贯。不懂不言。明公这生意谈得好啊，1碗茶的功夫便谈妥了。我可是在替秦公试探此人呢。若真是人才，400贯，值当。为何要退？席掌柜，你知道我为此事准备了3年。眼下城门关闭，物价势必飞涨。哎呀，若是吴家再哄抬蚕丝价格，苏家县钱恐……你去办出城文书，临安楼姐姐那儿可以帮忙。唐儿，眼下那宁毅得罪了顾衍真，也就等同于苏家得罪了官府啊。你找我？你今日上哪儿去了？好不容易等来了了却遗憾的机会，我得先去准备好。准备与我和离。啊？我听小禅说，你昨日私闯商会，正为和离。没有，一场误会。哦，你我初次见面，误会难免。初次？此前只看过画像，对你不甚了解，没想到你诗才过人。日后若想考取功名，我苏家定会支持。你怎么了？梦里相见，是我遗忘的开始，而你早已把我忘了。哎，苏老板，各位官员，你们这是做甚？小姐，有话好说，好说。宁立恒伙同匪寇刺杀朝廷命官，带走。是。顾公子，我夫君只是一介书生，为人老实本分，怎会结识匪寇？老实本分？你太不了解你的夫君了。有证据表明，昨夜有刺客行刺皇商督办宋留尉，有军兵指认宁毅就在现场，帮刺客脱身，击伤武烈军。也许这场梦早该结束。是我放走了刺客。什么？宁立恒，这赘婿的身份掩藏得好啊！如此看来，
你们苏家都与匪徒脱不了干系，把所有人带走，一个个审问。走。苏老板得罪了，出来。官爷，此事定有误。顾公子，我们苏家上下与此无关啊。小姐，官爷，这事与苏家无关。他们，你说了算吗？官府抓人凭证据，这是你说的。你刚才说的没错，苏小姐是不了解我，因为我俩昨天才认识。走吧。走。一切都结束了。在下宁毅，宁立恒，江湖人送匪号血手人屠。入赘也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每天出来喝喝茶、下下棋，小禅负责买单，吃住待遇都还不错。记得点追番，一键3连哦。本月初，世素集团首席执行官尹宁因病辞去职务，震动整个投资市场。世素集团宣布，公司运营总监唐明远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接任者唐明远曾受尹宁推荐进入世素，被业界誉为世素双雄。唐明远将重组世素业务团队架构，逐步缩小公司的亏空，并实现盈利。风光了20年，临到头，这就我来看你。尹总，我真替你悲哀。还没忘了他呀？弥留之际，何苦呢？我得多谢大哥，替我背下亏空的解释意。不过，你的时代结束了。唐明远，你听，我是做大哥的，临走前怎么能放过你呢？问今是何曾在檐上桃花？一江水多少年华？任风雨吹向我，笑谈间宁天下。论清浊与对错，耳畔声喧哗，让明争与暗涌，明尘烟之下，生死别无话，谁人应呀？惊鸿梦一刹，众里寻他。乱世有我为红尘，为一人天涯戏马，繁华过眼平时光多，辗转不改牵挂。天命几重家，一粒为沙，拂袖天下闲。
高处不胜寒。这辈子走到这一步，最终什么也没留住，也好，总归是无牵无挂了。哎呦喂，乖乖，我差点猜中你了。死了，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啊。你们这儿都有哪些死法？哎呀，亲娘啊，救命！鬼闹鬼了！等会儿给我来个痛快的。那捉进头台啊那！小姐，够救姑爷了吗？不知，此次采买蚕丝花销甚大，谢银只凑到这些。小姐，要不跟老太公商量商量？不行，这毕竟是我们小家的事，不能动苏家宗族的钱。这样啊。小婵，小婵也想尽一份力，况且这本就是小姐送的。姑爷命好短啊，小姐的命也苦，好不容易找个追婿，都还没熟呢，怎么会这样？抱歉，出了点意外，没死成。大人，这些就是从犯人身上搜出的物证。这是何物啊？定是他相助刺客的凶器。有道理。证据确凿，可以杀我了吧？危险！大人不可！抱歉，请问能让我先死一步吗？你们可以慢慢。大胆人犯！平死！算了。本官断案，一向秉公执法，你竟敢藐视公堂！来人，杖子20。不是，流程太繁琐了吧？给我狠狠的打！不是，不如砍了我，咱俩都省事儿。慢着！这，本官也太难了吧？要是定了宁毅的罪，康老那儿可不好交代呀。拿去勘验。去吧。是大人。哎，是我勾结匪徒，还伤了人，是我坑了康老，您别紧张。哎呀，公子既与皇家有契约往来，还有秦相作保，勾结匪徒还不存在呀。大人，还请三。再说，那5列军兵黑夜之下，公子如何辨认匪徒相貌？必是误会，误会。大人三思啊！此事蹊跷的很，宁毅一介小民，怎能攀附上驸马和秦相？这印定是伪造。我都行，怎么定罪，你们说了算。此事苏府恐难逃干系，请大人即刻传令，剥夺苏家商行名号，查封苏氏布行。这事儿要闹这么大吗？原来你还是要毁了苏家。顾彦真，你怎么定我的罪都行，但这事儿跟苏檀儿没关系。这可由不得你。大人，政务与勘验查明，这印和墨迹都是真的。怎么可能？这可咋整？我是醒不了了。
姑爷厉害了，早有准备啊。那个，歪打正着而已。那也算正道取胜，很好。对了，我劝苏小姐以后还是要多加小心。上次的鸿门宴和这次进苏府抓人，恐怕都是为了逼迫你退出皇商争夺而设的局。料到了。那就好。好什么好？这次小姐为了救你，夹着耳朵拿出来了。恐怕再多的钱，也救不出顾爷。小姐，交出你名下的店铺，那皇上碎布的生意，肯定就不成了呀。我知顾燕真是为了此事，但宁毅寄入苏家，便是我苏家的人，我必须救。抱歉，我有点闷，下车透透气。停车。昨夜深任江陵，今朝含泪铁窗，看江陵巧报，知苏家女婿新进士嘞。来给你啊！这都上2回热搜了。公子，谁啊？要吃一饼不？大郎。哎呦嚯！我大郎炊饼这么火吗？你这特征不能再明显了。这很明显吗？请问，你是不是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兄弟，就是能空手打死吊睛猛虎的那个？切，打个老虎而已，洒家也可以。你都可以？嘿，武朝以武为上，平常了。哎，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练武啊？嘿，你相信梦里能开启你另一种人生吗？能啊，梦做的越久，实现的就越多。另一种人生？呀呵，你还不信？哎，小金鸡。对啊，生意玩腻了，团队也带累了。竟如此，我想当个大侠，你觉得有机会吗？当大侠，走一位。那座桥看见没？前行20步，东进8步，西进16步，走到尽头有个武馆，去吧。抱歉，有导航吗？这都听不懂。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武馆 will be on the side。呀呀，这就是我家小金金教的哟，和番邦做生意必备。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武馆 will be on the side。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武馆 will be on the side。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啊，这是什么舞？是你。
我怎么进来的？你要干嘛呀？大侠，你要干嘛呀？你要干嘛呀？你害怕呀？这就是大郎说的人生的高度。其实我对高度是有一点神经系统敏感。对了，大侠，你要干嘛？你们五常人都太直接了。别摸了，摸到这就可以了。不能往下，往下。大侠，那是我的嫁妆，小心啊！你就是用这黑匣子闪我的？不要啊！够拼的，传家宝吧？传家宝谈不上，隔年就换。说正事儿，那日你为何跟着我？有何企图？没有，纯属路过看热闹。不过，萍水相逢，你因救我被府衙抓了一回，我从不欠人情，就替你杀个仇人吧。我这刚来，还没结仇人。没仇人，不可能。再好好想想。大侠若是想报恩，传授在下武学如何？文武不同路，若非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不学也罢。大侠的命题太大，太笼统，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我想除恶扬善，这行不行？我只怕你这文弱体格，不行。要不要面试一下？可以。谢谢啊。能碰到这个板栗，我就收你。来吧。承让。我的板栗。抱歉。大侠，要不算了，再不回去家里人该找我了。报恩的还是报仇的？你刚刚那招叫什么？伪寸。哼，还算有点意思。这是说我了？哎，还不知道师傅尊姓大名？陆红提。师傅，我叫宁毅。敢问师傅江湖名号？我不说了吗？陆红提。你这么酷，居然没外号？眼下都讲为国为民什么的，不如叫河山铁剑陆红提，怎么样？切，无聊。哼，你
一年过20，这筋骨练成1流高手是没戏了。不过，勉强能练成2流吧。2流能练成什么样？哦，走了。2流也可以啊，只不过我该怎么出去呢？不会摔坏了吧？要是被他看到了，估计再也不会救我了。顾衍琛，那旁边这个是？大胆贼人，敢袭击朝廷命官！那个。这么晚了，找我？你没事吧？啊，没事。路遇个中二大侠，非要现场教学。就这招。抬手。你也会这个啊？这样不好吧？别乱动。天气转暖，苏府各房要添置新衣，此前没来得及给你测量。啊，是吗？这赘婿待遇可以接受。念你昨日替苏家解围，在我这儿，你可以不遵赘婿礼仪，但倘若在外惹是生非，我便只好休了你。如此，你再嫁可就难了。转过去。还嫁？这是要一追到底是吗？放心吧，老板，我有契约精神，绝不主动惹祸。这钱你拿着。这就休了？或许你无意攀附权贵，但与驸马结交，终归是生意。你想收购他吗？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要讲契约精神，这钱不需要补。苏家做生意，讲求平等。我不管你50贯怎么谈下来的，但毕竟是你主动谈的合作。若显得是我们占了便宜，可不是谭儿的作风。哎，你这也太清流了。行，依你。等一等，立个字去。不会赔了算我的吧？不然呢？好好做生意。竹记。吴兄，这宁毅什么来路？居然能跟驸马谈生意，还让秦相做保人，这眼看我就……鱼都跑了。这件事是你心急了呀？哎呀，吴兄啊，那苏檀儿已经派人去临安采买蚕丝了，
若苏家再有驸马和秦相撑腰，皇上资格可就尘埃落定了。拿去给宋大人压惊吧，顺便代我向宋大人阐明，商会之时，是我临时变了主意。这个给你，不日后你便要去乐平赴任，算是为你践行。燕真能有今日，承蒙吴家资助，但此事，燕真的确不明吴兄之意啊。燕真呐，有时以退为进，反而利于局势。眼下已打草惊蛇，苏檀儿恐怕不会轻易亮出底牌了。啊，苏檀儿有底牌？若无底牌，他哪来的底气提议公平竞争？哎呀，吴兄何必在意什么底牌？把苏家搞垮，吴家就可以拿到皇上生意了呀。皇商只是一时之力。我吴家手握江陵80%蚕丝，而苏家织造技术江陵第一，合二为一，才是上策。还是吴老板深谋远虑啊！拿到底牌，只是保皇商稳妥，吞并苏家，才是我想要的一家独大。燕真明白了。还有啊，那个女人，我劝你还是断了吧。有人说我河山铁剑陆红提在江湖上很强，哼，这么说吧，敢自称武林高手的，我眼里也就那么几个人吧。至于外号嘛，宁毅那小徒弟起的。你们要是舍得投个币，本姑娘就也考虑收你们为徒了。竹记在闹市区接头。哎，刚出锅，热腾腾啊！我要10个富贵蛋，新凤楼要16个，这是您的10个，8个，谢谢啊。 20个啊，好好好，生意不错。来，拿好啊。这人有点面熟啊。顾大人，今日份额差不多了。告诉他们，把剩下的全包了。是。 原来都是府衙来的托儿啊！这块砖过了2块了。松花蛋，不是该我发明的吗？电视剧里都该这么演。云竹，最近生意如何？是顾公子啊！哎呦。 来的不巧，最后几个刚被买走。云竹啊，过几日我便要去乐平赴任了。那恭喜顾公子了。云竹，其实你知我心意。顾公子，随我去乐平吧。你别这样。过分了，云竹，让我来这看撒狗粮？接着看。 云竹出身贫寒，万万配不上顾公子。这我当然知道，不过我收你为妾室，绝不亏待于你。这大哥真会聊天啊！烂人！谢公子抬爱，府衙公务繁忙，顾公子请回吧。聂云竹，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身份，还要欲擒故纵几次啊？顾公子，你想清楚，我乃堂堂10缺知县。 在这里跟你委曲求全已经够可以了，别不识抬举。他这是卖什么？小女子失了礼数，还请顾大人见谅。
去哪儿啊？云珠还要赶回去，多做些富贵丹，还请公子让路。不必了，你的主顾都在这里。我让他们来，他们便来；我让他们走，他们便走。人来管管，你说啥呀？谁来管？既如此，让竹姬不要也罢。聂云竹，你一个青楼女子，装什么冰清玉洁？哼，不要竹姬，回去伺候老主顾呀！啊！开河了吧？这无人清吧，不好吧？这脑袋干嘛呀？把他给我抓起来！啊，这你抓着什么呀？啊！看什么法看了半天没看。姑娘，竹姬是你创立的品牌，可不能轻易丢了。诈是欺人的嘛。几位班头，在这儿便衣执法呢。Sorry， 公子，眼瓢了。宁公子，得罪了，认错人了。宁毅，你最好少管闲事。顾大人，我只有一个疑问：你凭什么说能养活这位姑娘？你可知道，在我们老家，娶媳妇很贵的。哼！我能让全乐平县8万百姓每天都买她一枚富贵蛋，如何呀？啊？那你可走运了。你说乐平8万人都来买这富贵蛋，想想一枚富贵蛋卖20文，利润8文应该是有的。若是8万百姓，每人每天都来买一个富贵蛋，除去关税和必要开销，这姑娘每日净利润至少50万文啊！这么多？不过，若想要每日产出8万枚富贵蛋，凭他一己之力，实际吗？就算你雇人帮他解决，每日要产8万枚鸭蛋，那鸭子答应吗？顾公子啊，你算术不灵啊！宁毅，上次我饶了你，这次可是你越界了。顾公子，如果我来迟一步，你可就算强抢民女了。是我救了你。要我说啊，姑娘，你这富贵蛋，爱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养活自己就行了。至于过往，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但我相信气运守恒，这富贵蛋早晚红透江陵城。好，想尝尝了。是啊，富贵蛋，对，听着就吉利。好。云竹姑娘，我定你4枚富贵蛋。哎，我也要，我也定2枚，我要2枚，4枚。竹记富贵蛋限量发售，先定先得，售罄无补。我要6枚，我一个。我公子，别打了，说是全买给先定的。刚才多谢宁公子了。聂姑娘客气什么？你，女士优先。那些订货的，不会是宁公子找来的吧？哪能啊！我来这才多久啊，自家人都没认全呢。那他……啊，我师傅，跟我算是一伙的。大侠嘛，习惯就好了。啊，你们师徒还真是有趣啊！
方才公子说的限量，可主顾反而更多了，这是为何？啊，这叫饥饿营销，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我们那儿很常见，毕竟物以稀为贵嘛。哦，聂姑娘，这是你自己发明的？嗯，云竹哪有这本事啊？配方乃是一位恩公相赠。恩公？你家布行出事了。我家？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不许靠近！七爷，好家伙，是啊，你看怎么回事？里面太凶残了！哎，大胆！哎，官爷，那是我们东家的夫君，您通融一下，通融一下。顾远琛，你还有完没完了？有本事冲我来！抄苏家店铺干什么？狗仗人势！糖糖，你就是宁毅。正是。敢问阁下是？就是你用50贯买走我家偌大一块地。夫人呐，宁公子。怎么？原来是公主。公主息怒。没想到宁才子眉清目秀的，可什么可？此等精英韬略，不是你该学的吗？是，夫人教育的是，我学。这两口子都这么彪吗？公主驸马，请过目，这是此次的结算单据。夫人，确定要买通整个的？怎么，不行吗？对了，公主，相公说啊，要对您家那块地追加投入，这是500贯银票，您收好。哎呦，谭二姑娘真是懂事。你二人啊，真是天作之合呀！瞧瞧人家。好的，夫人。夫人呐，这些常服够买半间房了呀！来，唐儿，这500贯预存在你店铺。你怎么又拿回去了？今后凡有新品，本宫都要。都要。哎呦，实在是太凶残了呀！心疼康老头一秒。唐儿啊，不如咱也先购。公主这次的消费积分，檀儿记下了，一式2份，您拿好。哦。VIP。等苏氏布行周年店庆啊，公主可带着这册子前来，成衣原价9折。拿好了。好的，夫人。欢迎您下次再来。收工。今天遇到的全是怪事。今日收获颇丰，日后苏氏的业绩定会更好。谭儿，这会员卡是怎么回事？烈恒啊，要不我办一个发布会吧，如何？发布会？你怎么想到这些的？不是我想的，这些都是一个临安的故友教我的。故友，恩公。是时候开发布会了。成衣新品展示，我苏檀儿誓夺皇上。这武朝，藏龙卧虎啊！
此番赏会，名为“云月莲华”。此乃我苏府新作《织云锦》。织云锦。 公主，给您添份小食。哦，这是何物啊？竹记富贵蛋，江陵独此一家。样貌虽不上雅堂，但味道清甜，可去火散热。我尝尝。嗯。嗯。 不错，此乃松花四象，专供贵客，意为头彩，即青龙蛋、白虎蛋、朱雀蛋。哎，还差一项啊！顾兄，这是专门留给顾兄的玄武富贵蛋。你。 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生得如此俊俏，与这服饰一搭呀，相得益彰了。她叫聂云竹，是这竹记富贵蛋的东家。哦，倒是个多才多艺的。 参见公主殿下，燕真深受皇恩，但有一事实在不忍，特向公主禀明，还望殿下三思。什么事啊？诸位可知，此女名为聂云竹，曾为临安名妓。这那就是青龙之子。是的，这您丞相封的是皇家武士，简直有辱斯文。苏家让妓女给皇族展示服饰，这是侮辱皇门。公主殿下，让聂云竹来，
是檀儿的主意。苏檀儿，你这又是为何？叶云竹虽曾是青楼的花魁，皆因家道中落被迫受苦，但她不曾屈服，凭一己之力赎身，做起富贵蛋的生意。檀儿欣赏聂姑娘的志气。哦，如此看来，这聂姑娘也算是忍辱负重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若我五朝官场都有如此清廉之风，那必是百姓的福祉。原来聂姑娘这身莲花是别有寓意。殿下，宁毅这是在嘲讽我五朝百官。顾大人，聂姑娘这身服饰叫红莲华，还有一个寓意，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说得好啊，宁小友这词啊，信手拈来，出神入化，是不是啊？本宫好像有点明白了。殿下，莫要听信谗言。学生这几日正在调查，聂云竹实乃罪臣之女。10几年前就已经盖棺定论的案子，与你何干？你能为他父亲翻案吗？公主殿下。好了，吴老板，那顾衍真仕途危矣。今日这场戏，本宫看得甚是欣喜。都起来说话吧。谢公主殿下。我五朝先帝曾有传诏，罪不及子女。云竹，你且过来。参见公主殿下。本宫为你题字竹记，不管你今后竹记经营什么，切记诚信至上，出淤泥而不染。云竹，谢公主殿下。衍真呐，以后你也好自为之吧。你笑什么？宁毅，你是个好人。评价这么高啊！叶姑娘身世凄苦，你的主意不错，助她渡过难关。那还不是因为你善良，同意帮助她？那么好看的舞台，那么可人的姑娘，都来映衬知云姐，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哎，说起那个舞台，你到底施了什么法术？若不是10几个壮汉，休想推动那台下藏着的巨轮。那个，就是简单的齿轮传动加杠杆力学。什么学？反正只要搭配合适，小婵一个人就能拉动。哦，呀，怎么了？小婵好像落那儿了。啊，那首歌还没唱完吗？你让他唱什么歌啊？赤橙黄花瓣，忽然蒹葭，俯首天下先生看落花。真好听，再来一遍。温情时刻藏。这次杀几个呀？
事已至此，多杀2个人。听说有不少人想入我苏家当赘婿，传下去。我苏家择婿不看出身，而看品行。哦，实在不行，点个追番也能入选。什么？不想当赘婿？那就一键3连，跟谭儿一起经营苏氏布行吧。都听好了，外乡流民禁止入城。他们到了。都听好了，外乡流民禁止入城。为什么不让进啊？快！外乡流民回边去！禁止入城。没到水患就来了这么多流民，今年这是怎么了？这是。后退！不许入城！大人，流民情绪不稳啊。大人，您为何蹲着呀？哎，笨蛋！我坐立难安呢，我。官爷，官府有令，外乡流民不得入内，听见没有？走，没听见呢。求你们了，放我们进去吧。您亦在城楼下。官爷，他又出城了。好容易到这儿的，都退后，都退后！孩子还小，受不了这早晚的凉气，求您放我们进城吧。找骆驼！哎，大娘，哟，宁公子啊，哎，您赶紧进城吧。来，官爷，您发射心，官爷。为什么他能进去呢？哭什么哭？烦死了！可以进去啊！求您了，退后啊！求您了，官爷。外乡流民不许入城！不对，闭嘴！听见了吗？宁公子，刚才入城的时候，他们没怠慢您吧？府尹大人，哎，有事儿？哎呦，宁公子息怒，城外不安定。您这几日总是出城，这本官实在是担心呐。不用，您要操心的，该是那些灾民吧。哎呀，这流民太多了，实在是顾不上啊。是啊，宁公子。嘿，不是宁公子，我去找个顾得上的。我这一天我，大人，一个小小的赘婿敢对您如此不敬，若顾大人在，他还顾大人，让顾彦珍赶紧去乐平吧。哎呦，宁毅这一天天往外跑，这是要干嘛呀？这是。待竹记小馆开张之日，云竹定好好款待儿了。好，那就谢谢云竹姑娘了。请慢用。秦公啊，城外那么多灾民呐，咱不嫌浪费呀。好。哎呀，今年不是好年景啊。战事一触即发。晋梁之间，不管哪方获胜，对本朝来说都不是件好事。然，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撑起这等规模的战事，于如今本朝而言，考验极大。哎呀，天灾加上兵祸，除非北方安定。整个朝廷才能喘上一口气呀。只怕不久，便会有更多北方来的灾民涌入这东部的附属之地，形成灾民潮啊！这些被褥全部输送到城外，分给灾民。东家放心，有劳了。停！
好在还是有不少商家颇具善心的啊。是啊。哎，明公，你看那是谁来了？立恒小友，你这是从哪儿来呀？秦老，啊，哎呀，江陵郊外。江陵郊外。那岂不是？云中姑娘，给宁公子添碗粥。好嘞。你去城外干嘛呀？康老啊，晚辈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请教。什么事啊？啊，要是钱和公主都掉水里，你先救谁啊？这送命题呀！那得看是谁的钱。你的。先救钱。为何？钱沉得快。这逻辑没毛病。承让了。那如果是别人的钱？秦老，您用钱打过水漂吗？亏我还是玩过500亿生意的人，居然被效果图坑了。交友不慎呢。没想到你还真去看了。打扰了，宁公子请慢用。谢谢云珠姑娘。别烫着。宁小雅，这点钱不至于吧？这不是钱多少的事儿。生意场上无规矩难合作，无平等难共赢。立恒小有此言，老夫赞同。既是平等共赢，那咱俩共同建设呗。哎，都得回去跟夫人交代。共进退吧。小友如此一说，想必是有方法了。时局所迫，谁让我合伙人是个奸商呢？这几日出城，我详细调研了一下，结论就是，这次赈灾，不能只靠官方和民间的物资救援，还要授人以渔。与其担心民怨兵变，不如先安顿好灾民，挨个登记，做好信息统计，在城外空旷之地撒白灰为界，建立避难区，由5列军兵管理。避难区内可以让妇孺去织布，壮丽去盖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安定。不错不错，赌不如输，输不如赢。江陵布坊众多，妇孺皆可安顿，但这壮里哪有那么多房宇可盖呢？的确有不少房宇可盖。是吗？你说的不会是咱们要建的那个什么度假区吧？以工换物，能让爱心物资投放得更加准确透明，更不伤及灾民的自尊心。是啊，这样既安置了灾民，又省了建造成本。小友，高啊！哎呀，原来小友连日出城是为了赈灾救民呢。老夫要替受难的百姓，谢谢你了。秦老客气了，一个小商家的求生欲而已。剩下的事就交给您了。宁公子慢走。谢谢云珠姑娘。来人，800里加急，呈给李相。秦老放心。秦公，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要起负的意思呀？这宁毅越发不可小觑啊，兴许是个经世之才。若起负，朝中需多一点自己人呐。只是宁毅这手法，到底算是正还是奇呢？也正，也奇。
不过，若真要担起大任，才学品德之上，乃是胆识。看来以后还得多做些公益啊。赢立恒，啊？痛快！这是在船上。喝点。哎呀，他就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哎呀，这趟正点，赢立恒，难道想灭口？2个人很难应付啊。里边好像有动静。哪儿有？我怎么没听见啊？冷静，冷静。我说没什么。哥，只要咱捏着这把柄，等那姓顾的当上乐平县令，咱的死罪就能免了，不用去大院子了。拿好亮青子，先安心交货。啊。钱盖帮忙，摆线了。此时已到，帮那2个女人去。卖松花蛋的交给姓顾的，另外那个大小姐，得当着里头这头猪的面糟蹋完再杀了。我看谁敢动词儿！
的财路。老子我弄死你！大哥，大哥！大哥，老子宰了你！好，拿命来吧！必须清醒过来！你好，屁股就是脚，后面所以断了手，断了脚，都伸过去，让我们快回来了，你也不会逃。你要干什么？怎么搞成这样？你好，你是人是鬼？我是长青兵官，我是要去做知县的。如果我死了，你也不走。顾延琛，你知道吗？在我老家，若作奸犯科，官府一定能抓他归案，因为这上面有很多只眼睛在看你。但在江陵就不一样了，在这儿，我可以做个法外狂徒，就好像尼姑的杀手一样。求求我错了，我不想死，你不要杀我，求求
女将，我真的错了，我保证今后绝对不踏入江陵一步，饶我一命吧！女将。 找到姑爷了吗？还没呢，小姐。哦，席掌柜也寻去了，要不再多派些人手？万不可惊动老太公他们。好的，我自己去。啊！小姐，小姐，你等等小婵，可别淋坏了呀！小姐，姑爷回来了。 江陵小报之凶案最新线索嘞！你上哪儿去了？前日寅时，多亏掌柜发现你昏倒在府门外，一身的伤。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没什么。小心。夫君。这是您的。好，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您慢走。
实在太忙，照顾不周。您慢走，欢迎赵公子常来。这么费劲，我说你当不了一流高手吧？我伤还没好全呢。包裹里是什么？给你的。哇，这么多！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多谢师傅出手相救。哎，顺手把你捞回苏府罢了。背了命案还能在街上乱跑，胆儿够大呀你！那晚雨大，痕迹都被冲刷了。哦，你确定？糟了，射中顾延真那根箭，你有没有取走？不知捕头大人光顾不行，所谓何事？我听说宁公子半月前受了伤。有劳陈捕头关心，夫君只是不慎跌倒，如今也好的差不多了。是吗？不知苏小姐可曾听说半月前的一起城郊凶杀案呢？哦，江陵小报上有说此事。是啊，一晚连杀3人，此人出手狠辣，作案之时甚至干嚼树叶，以此保持头脑清醒。大夫，怎么样？苏小姐，姑爷舌苔发青，可能是咀嚼过某些草叶。经仵作查验，顾彦真当时身中2箭，分别在腿部和胸口。官爷是怀疑我夫君。那我就直说了，3个死者之中，有1个是顾彦真，而宁公子与顾公子素有嫌隙，又恰逢那晚受伤。哎呀，好巧不巧哈！不成敬意，有劳官爷了。民女甚是好奇，不知陈捕头有何发现？哎呀，放了那根箭，哼！官府验了尸首，若找到证据抓我，我也就认了。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杀的他？那日，顾彦真买凶杀人，还要动弹案，死不足惜。这狗官的确该死。可是，顾彦真并没死在你手里。你说什么？不是我杀的。现场行凶的其实是2个人。顾彦真死在背部贯穿心脏一箭，若旁人看来，定是弓弩射出之命，但以陈某江湖经验推断，则不然。
五朝军中弩兵100步外10件重武已属上乘，但事发当夜天降暴雨，要知道，弓弩箭弦受雨水影响，弹性骤减。你倒地的位置与死尸距离超100步，你想想，是不是射程不足？所以是有高手替我补了刀。杀顾燕真的弩箭是用手插进去的，何以见得？若是弓弩射出，斜插入体，箭尾倾斜；但顾燕真背后箭时，箭尾笔直朝天，乃凶手一箭插入。依陈某推断，此乃人为致命，而且凶手力道刚猛，8成是个武林高手。宁立恒伙同匪寇刺杀朝廷命官，会不会牵连唐儿？官府已经在和你夫人喝茶了。哎呀，那顾燕真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居然出了这档事。陈某也是十分棘手啊。陈捕头为此案殚精竭虑，因民女所见，顾大人也许先反杀了2个贪财匪徒，再因重伤身亡于竹林，如此3人同归于尽。别小看了你家夫人，与官府打交道，她可比你这书生上道。官府找你夫人，只为索贿，挣点酒钱。陈某深以为然。那杨毅、杨恒兄弟本就是官府缉拿要犯，贪财行凶才是合乎常理。陈捕头慢走。唐儿，顾烨几番牵扯朝廷命案，这一次你能悄然为他开脱，可是下一次……好了，此事不必再提。唐儿，唐儿一定认为我和凶手是一伙的，官府结案，真凶就不好查了。哎，再告诉你个消息，顾燕真经常往来于乌家与宋宪之间。乌启龙，顾燕真是乌家和宋宪的中间人。若乌启龙和宋宪知道顾燕真的行踪，随即顺水推舟，制造我杀人假象，那就可以坑害苏家。不错，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和驸马做生意，乌启龙和宋宪谋局，浮银两边都惹不起。索性就让捕头去敲唐儿一笔，不算白辛苦，还留了人情。聪明。这件事终归因我而起，我得破这个局。那联手吧。宋宪今日正好就在江陵城内，这个是逃生武器，危险时用得上。白马驿馆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能用上这个？白马驿馆。客官您看看，咱们这走线真狡猾。不会是那种地方吧？哎呦，抱歉，无妨无妨。姑娘，您手里的就是白马驿馆，是吗？您看看，会不会很危险？姚公子啊，我给您找找。就一个逃生工具。瞧一瞧，哎，这幅好高啊！就是那个。香料。您看，得留个后手吧。男配美女嘛。
会说话，那我要了。哎，好嘞。还有这个孙公子同款。孙公子，有，我给你找找啊。您慢走。孙公子，这个靠谱。过来一点啊。那是，四公子都有。好你个宁厉好。最好。哎呀！姑娘，看你夫婿这鬼魅步伐，应该是去了。哎呦，我说不出口。哪儿卖刀的？刀？您这是要剁馅儿，包饺子。Oh my god！ 这是要我晚节不保啊！公子这个螃蟹的真值啊！哎呀，这小王八真可爱，好想吃呀！公子，你这玩意儿都打赏了，还只能看不让摸。哎呦，能看一眼就知足了。小子，是我的命！公子，你的字可真是有风骨啊！孙公子的舞剑也太有男子气概了吧！苗公子，你的琴真是悦耳动听啊！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快给我去大圣游院吧！我的粉丝也这么疯狂吗？这是在下的捷径，还请大人笑纳。哎呀，吴公子不必如此拘谨。手册被呈到武都，官家下令，让我武烈军天天守在城外，看着那些臭要饭的。宋大人受累了，此番召见，是该小心为上。唉，其他酒楼免不了有官僚商贾出入，倒是此处别致啊，谈笑有赘婿，往来无男丁，啊。等一下，你不是我不是那个，你没见过我。还是宋大人想得周全。原本有顾彦珍从中走动，倒是好办。如今，唉，大人可知，到底是何人杀了顾彦珍？夫人说是匪徒劫财，你觉得我信吗？在下也是连日打探，官府口风很紧，坊间也无任何消息。杀顾彦珍的人藏得挺深呢，看来不是他俩杀的。不过吴公子资助他多年，损失可谓不小啊。罢了，生意场上或赔或赚都属寻常。我吴某向来愿赌服输。哎，吴公子啊，那宋某寄存在顾家的那些海物呢？待风声散去，在下派人取出便是。
大人请看。此前局势恰如这艮为山象，二山相重，重山关锁，前路受阻，只可步步为营。顾燕真性情冲动，差点误了事。不过现在，他死了。卦象变成了山地，此乃剥卦。群阴剥阳，去旧生新。吴公子的谋略，宋某佩服。想必吴公子要的，不只是拿到苏檀儿底牌这么简单吧？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宋大人。他是要吞并苏家。大人行军打仗，自是谋定而后动，商战亦然。吴某的棋子，不止顾燕真这一枚。哦，若这枚棋子能动，对苏檀儿而言，便如釜底抽薪。大人请。吴公子请。嗨，大人，他在外面偷听。你是何人？误会误会，小生是来给二位爷送酒的。宁毅，你怎么在这儿？滚下！不死！我闪！哪里跑！给我抓住他！这么多烟，宋大人，给我追，别让他跑了！哎呀！在哪儿呢？你就掏出武器抓坑队友吧！是这儿了。抓他！尝尝这个！新上等喇子面，啥都会可能，自己！我抓住他！快给我抓住他！让小子跑！还得是花钱的武器合适。拼了！天哪天哪！我们馆还有这种野餐节目吗？想起来的，你是苏家赘婿。美是美，就是有点辣眼睛。真刺激！对不起了，各位。檀儿，夫君，你很闲哈。我说的没错吧？赘婿一般都来这儿。关节彻底没保住。宁公子好雅兴，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檀儿，你别生气啊。你看这，我能不能先把脸洗了？宁毅，你知不知道今日捕头都找上门了？知道，是查不下去了，为了索贿。那你还不说实情？
我只能说，顾衍真不是我杀的，不是宋宪，不是吴奇隆，一个想嫁祸给我、搞垮苏家的人。唐儿，我会处理好此事。宁毅，你真的只是一个怀才不遇、甘愿入赘的书生吗？唐儿，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你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什么？血手人屠？不错，10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如果告诉唐儿我是怎么来的，她能相信吗？所以你跟陆姑娘联手，是要揭露宋宪贪污罪行？不错，顾衍真就是吴启龙和宋宪的中间人。去白马驿馆，我本想探听情况，可惜我能力不够。原来你入赘苏家，是迫不得已。完了，吹牛吹过了。看来是我耽误宁大侠了。没，我没那个想法。我是说，我行走江湖多年，是非恩仇见多了。本来想退休，但宋宪与皇商有关，皇商与你有关，所以入赘，我自愿的。抱歉，又让你担心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苏家，堂儿变得轻。快把脸洗了吧。你看，这是明皇布。陈国公主代表的皇家喜欢织云锦，并非是织法多特殊，说到底，是颜色出挑。所以我断定，唯有新创特殊的染织技艺，更胜织云锦一筹，才能争得皇上。吴启龙是想吞并我苏家吧？你知道？吴家手握江陵80%蚕丝，我苏家织造属江陵第一。他若赢下皇商，便能重挫苏家。但只是其一，吞下苏家，一家独大，才是吴家的目的。生意做到只剩贪婪，也就入了歧途。明皇布是商业机密，你不该给我看的。李航，你对我以诚相待，又冒死揭露贪官恶行，保我苏家。谭儿，又怎能辜负大侠的忍辱负重呢？就还好吧。敢问行走江湖见多识广的宁大侠，觉得明皇布如何呢？您慢走。好。西掌柜，借一步说话。来，借一步。
什么事？这支云锦交给灾民公房，东家知道吗？我是总长，这点事不劳东家。那些灾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业，支云锦太复杂了，万一品质不合格，怕是砸了苏家招牌。不合格就不用付钱，懂吗？可是，行了，赶紧去招呼客人。哎，不瞒你说，那天去白马驿馆，夫人我是故意让您里面请。跟你说，乌启龙他们俩看见我都傻了，还要抓我。幸好我备了辣椒面，撒了他们一脸。唐儿，席掌柜早啊。席掌柜，你没事吧？账目已经整理好了，我一直在等你来。哦，有劳了。立恒，那你就先回吧。好。姑爷，招待不周了。这么着急接头，是在白马驿馆摊到什么了？杀顾衍真的不是宋宪。不可能，我怎么会算错？嘘，小点声。知道了。有什么发现？顾衍真作为中间人，死了，固然对宋宪没好处。况且宋宪身居要职，想要对苏家下手，何必借我的刀？这么说来，宋宪和吴启龙都视顾衍真为一枚弃子。但还有一人，苏府有内鬼。大人行军打仗，自是谋定而后用，商战一人。乌某的棋子，不止顾衍真这一枚，对苏檀儿而言，便如釜底抽薪。内鬼，刺激啊！为了檀儿，我必须尽快把这个人揪出来。你夫人知情吗？不确定，但这事得我自己暗地解决，不能让他分神。给我吧。喂，苏府少说得100多口人，你有目标了没？哎，宁毅，赈灾手册可又让你出名了一回。锦儿太胡闹，宁公子莫要怪他。哪有，挺率真的，倒是让2位见笑了。锦儿姑娘现在是你部的伙计？我可是股东。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主起股份制，宁公子了解一下。阿爹，我要吃富贵蛋。不会又是你那位临安的恩公教的吧？是啊，恩公说买卖好做，但志同道合的伙伴难带。我既离开金凤楼，往后便会一直陪着你。知己难求，我替聂姑娘高兴。云竹不懂经营韬略，若有可靠伙伴相助，盈亏共担，如此，大家都会当自己的买卖来做。店家，来客人了。哎呀，别管他了嘛。宁公子、陆姑娘，我和锦儿去招呼一下。走走走走。是。锦儿，快点儿，我等着捉内鬼呢。等等，聂姑娘倒是提醒我了。据我所知，苏氏不是股份制，掌柜的都是固定月薪，没有提成，更没有股份。如果有人挖墙脚，很容易被撬动。所以，是苏家掌柜的。能知道苏家账面信息，能知道檀儿有底牌，且有足够经商经验的武林高手。3招之内，原形毕露。
你抢了钱啊？不装得像一点，怎么能瞒过他？那结果怎么样？此行不虚，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你想干嘛呀？我先用了一招上河拳。他是不是以退为进，转身蛇形，左盘搓掌？为何？随和我黑虎掏心。他是不是由手转攻，借力打力？错。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只能使出杀手锏。什么？十字手，闪通臂，转身搬烂锤。他闪开了。一一命中，不差毫厘。为何？大侠到底所谓何事啊？所谓何事？把钱给我。早说呀！合着你就一顿下围打击啊？那至少证明他不会武功啊。那你还下手这么重？哎，你想想，他可是与苏檀儿日日亲近的人。然后呢？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你为人夫，作何感想？檀儿啊，这是这个月、上个月和上上个月的账目。席掌柜辛苦了。应该的，我陪你慢慢看，不着急。其实就是正常工作嘛。但我这心……现在还觉得我下手重吗？那不成。席掌柜，这一批支云锦是怎么回事？眼下工期紧张，我本想以此支持姑爷赈灾提议，这才交给了灾民脂肪。过错在我，望小姐责罚。罢了，这批残次品留给府内自用，工钱按照约定付给灾民。小姐，是我的错，工钱就由我出吧。不用，那灾民脂肪乃是我夫君厉衡提出，理应由我承担。小姐宽宏。对了，你的伤是怎么弄的？不小心摔的。席掌柜都伤成那样了，你还怀疑他？嘘，小婵，这席掌柜犯了这么大错误，怎么能说过就过了呢？小姐一向宅心仁厚啊。席掌柜来苏府5、6年了，做事勤勉，待人和善，极少出错，深受老太公赏识。而且席掌柜算是小姐的启蒙老师，小姐还未执掌印时，都是席掌柜教小姐经营之道的。后来呢？后来啊，小姐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就不需要席掌柜帮忙了。哦，看来问题出在这儿。席掌柜今日不用来布行了，养好了伤再说。男人的自尊心受挫，想挽回颜面，所以他肯定有问题。人呢？受伤了还能跑这么快？小姐对你这么好，你却怀疑她最信任的掌柜，不伤她心吗？小婵，我不会无缘无故行事的。你去驿馆，小姐非但没惩罚，还给你看了幽黄簿。你根本就不明白小姐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明白，我是他的赘婿嘛。哼，要不是上面的意思，你能成赘婿？上面？谁呀？星座。早年，老太公看到西域书上说，金牛和天蝎是典型的故骨嬉皮，结为夫妇，感情最为稳定。但盲盒9强里只有你是天蝎座，哼哼。于是，我暗箱操作，让小姐只能抽中你。啊，原来你这么懂老板呢，靠谱。哼，我回家告诉小姐，姑爷怀疑席掌柜。别呀，小婵，那个，哎，咱俩聊聊星座呗。不聊。那 MBTI 16型人格了解不了解？啊，你说这个啊？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啊？那塔罗牌感兴趣吗？不感兴趣。原来是你杀了顾彦真。他敢动谭儿，我自然要杀他。这顾彦真早该学学席掌柜，小不忍则乱大谋。多谢吴公子报信，今日宁毅果然派贼人使我武功。哼，苏檀儿已经不信任你了。我劝席掌柜赶紧想想后路。吴公子想要让苏家关门，如今也正合我意。我就知道席掌柜明事理。哦，吴公子所说的棋子，就是苏家的狗啊！宋大人，我曾数次重金聘请席掌柜来我吴家，可都被他一口拒绝了。但那是苏檀儿招赘宁毅之前，也是。那时的席掌柜可是苏家赘婿第1人选。原来你是想当赘婿，那你应该带着宁毅的人头来呀！悄无声息杀了宁毅，岂不是便宜了苏府？敢问行走江湖见多识广的宁大侠，觉得明皇部如何呢？爱了，我要杀人诛心。唯有苏家垮台，苏檀儿一无所有，崩溃之际，我出面相助，他才会对我言听计从。等苏家并入乌家，我承诺让你掌管苏家所有商铺。那时，你便是苏檀儿最大的靠山。多谢吴公子。哎，席君玉，那个宁毅到底是什么来路？回宋大人，宁毅自称是江湖人士，而且与那晚袭击大人的匪徒似有关联。藏得够深呢。宁毅虽行事荒唐，但处处都在搅局皇商之事。这个赘婿，你不杀，我杀！大人可曾想过，宁毅背后是有人谋划？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今早上新宰的，新下来的。
星座的事告诉姑爷了。真甜。哇，小姐，你看这个，好漂亮啊！那个红色的，我特别喜欢。小心点儿。这个也好别致啊。小姐，小心马上。小姐，你没事吧？没事。丽红，丽红，姑爷，小姐，姑爷在马车上。拉眼睛！拉眼睛！糟了，小姐。快走！大人，宁毅，我们的账该算算了。宋大人，我是在白马驿馆打工，那天纯属偶遇。蒙谁呢？从本关到江陵起，你先是放走刺客，随后私闯商会，接着又跟驸马做起买卖，给秦嗣源写了个什么狗屁赈灾手册，就为拖住我武烈军，还能刺探情报。今天折腾一次，你挺会搞事啊！这个周更纯属巧合。别跟老子耍嘴皮子，说，指使你的人是谁？那个人指使。大人，驸马来了。哦，还真是毫不意外呀。驸马到访，可是为了宁毅呀。夫君，无妨。当然，我猜宋大人叫他过来，是为了了解赈灾细则吧？哦，没错，皇上选拔在即，下官也想尽早了结这善后之事。哎呀，宋大人跟康某人这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哎呀，那不如让宁毅过来验收营造如何？啊！嘿嘿嘿，待他验收合格，宋大人也就可以安心忙皇上去了。既然这死老头要把自己人往火坑里推，那这多谢驸马体谅。二位合作愉快。还请宁公子多多照拂啊！好说。多谢康老保下厉恒的命。多谢康老。只是让他监工送线，岂非走了一步更显得起？宁小友认为如何呀？遇人先与心，勾其所好。康老这非钱之词，够。所以说，越是让宋宪以为一切尽在他掌控之中，他才会被钳制得越紧。他儿聪明。亏你还笑得出来，你这是把自己当鱼饵了。不用担心，宁小友啊，这当赘婿呀，莫要让夫人担心。你不是给我安排保镖了吗？他俩呀，
成样子而已，打不过5列兵啊。是吗？那保镖我就不见了。不过这面具挺唬人的啊。对呀，此乃我镇威镖局的印记。此面具乃5度精工打造，雕刻花纹那是卓绝于世啊！行了，广告就别做了，借我几百个面具。几百个？你来我这儿批发呢？行了，买卖可是咱俩的。我做监工也是为公主办事啊。面具借我一用。好。信我啊。那你自己要人啊？当然。走，去找那位一流高手。默契。你和陆师傅就是在这个地方见面的。对啊。别看了，正门被老师堵住了。我上次啊，就是从这儿翻出来的。来，唐儿，我扶你上去。啊！来啊，唐儿，有我呢。这……小陈什么都看不见。来，唐儿，来，有点痒，没事，我能忍住。嘛呢？走正门。门开了呀。故意的。不是，他平时哎呀，你，这原来不是。看，为了方便你进来，我都收拾好了。我谢谢你啊，小姐姑爷，等着我呀 ！Freeze！ 说吧，要我帮什么忙？这个给你。有了它，就能在江陵来去自如。不知陆姑娘可否以镖师身份去5列军营，保你夫君安全？你都知道了？哼，不怕我杀了宋宪，给你添麻烦？你杀不了宋宪，但只要你带着这个，宋宪也动不了我。我笃定这是僵局。我是杀不了，但我们可以。你们？你们？藏身数载，大仇将报。光棍一时，宋宪必死。这也太帅了吧！敢吵醒我的美容觉，你和宋宪只能活一个。李兄，老大让买的栗子酥呢？我又忘了。哎，这不是有吗？你们帮我买的呀 ？Surprise！ 大郎，该吃饼了。等我兄弟来了再吃。居然还有你！没办法，副业卖炊饼，专业沙滩官。啊，难怪你什么都知道。带我们去宋宪军营。双镖师，暗中刺杀。诸位大侠误会了，民女只是希望能保我夫君安全，不是要行刺。不用解释，要保宁毅的命，必须杀了宋宪。小姐，
他们好凶啊！一定要用刺杀的方式吗？大不了同归于尽。看来我们找错人了。哎，既来之，你这趟镖，我们保定了。李红，你们和宋宪到底有多大的仇啊？特别大。20年前，宋宪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诬告我吕梁山村民皆为反贼，带兵绞杀，屠杀了整整266口人命。我被爹爹护在身下，逃过一劫。欢欢喜喜汾河岸，凑凑糊糊进终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过雁门关。我们7个苟活下来，却再也没有家了。而那宋宪，每逢摩勘改官，就血洗村落，搜刮财物送给他那些朝中靠山。我查探过了，明日入夜，武烈军80%兵力将被抽调去做灾民善后，正是良机。我还真成鱼儿了。好，明晚我带你们去。够硬。听闻宋大人擅长蹴鞠，天色尚早，不如赌一局，大家切磋一下如何？蹴鞠，好啊！你这送死，本官就成全你。能拿什么筹码？你赢，我任你宰割；我输，胳膊腿我就不要。成交，以球定生死。把球给我！强强求全。拦下他！
回蹴鞠。上学的时候进过校队。好。废物！没事吧？不碍事。胆敢行刺宋大人，你看错了，那是美甲。小子挺会踢呀！保护宋大人！他设了埋伏。哎，你这情报不靠谱啊！淡定，淡定啊！宋大人，果然是有大阵仗啊！好了，继续啊！必须进一球，不管哪方获胜。输了你怎么办？听我的。接球！宁毅，我现在就废了你！保护宁公子。几位镖师，可真是尽职尽责呀！这是驸马府的命令。哦，那刺杀我，也是驸马府的命令。哼。不记得了。宋某人的招子可不是摆设。杨立恒，这伙同匪寇刺杀朝廷命官一事，是算在你名下呀，还是留给驸马爷呀？不管怎样，你都死定了。是吗？可喜可贺呀！可喜可贺呀！大人请。此等精彩对决，值得大书特书呀！来干嘛？宁公子说今晚要与宋大人蹴鞠一场，下官这不得宣扬一下吗？宋大人与宁公子鞠球比赛，乃我江陵文武相会的盛事啊！刚才宁公子赢了宋大人，是宋大人进的球，是吗？那换一个。宋大人大胜驸马爷的镇威镖局，证实我武烈军乃强兵强将。哎呀，下官还疏漏了一点，快补上。宋大人与宁公子赈灾之时，还一同揭发顾燕珍贪赃枉法。什么？宋大人的事迹，下官都知道了。宁公子上书夸赞大人微服私访，白马驿馆，实乃宋大人暗查举证顾燕珍贪赃枉法。家中所收100万赃银和文玩字画等海物，今日一早下官已派人查没。哎呀，宋大人和宁公子真是珠联璧合，让下官叹为观止。你个王八蛋！官职。宋大人，我朝律法有规定，凡官员不可进酒肆茶楼，不可搜集敛取民财，不可杀上书举报之人，否则
御史台，滚！给我滚！混账东西！别让我再见到你们！幸好堂儿来得及时。你这计策太冒险，所幸人没事。走吧。大人请。不错不错，好，酒楼啊，各位辛苦了。太悬了。你留后手，是料定我们杀不了他。宋宪缺德事做多了，心虚，重兵布防已是常态。哎，还好宁毅有对策，否则我们就要枉送人头了。我有个习惯，凡事必先想好退路，不让家人挂念。让宋宪死于暗杀，是便宜他了。贪官的下场，该是让全天下人看到。属下无能，2次刺杀皆无功而返。无法。虽未能成行，但也没暴露身份。这买卖不亏。起来吧。谢大人。这宁立恒颇有搅动庙堂的气势。秦公以为如何？全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立恒才是飞前之术的高手啊！秦公以为宁毅知道吕梁七杰的身份吗？飞前之道，和为上，义为夷。至于身份，他不想知道，也不用知道。洪铁，你们7人以后要多与苏家走动，保宁毅安全。属下领命。皇商大选在即，那才是立恒与宋宪之流的生死局。我们要去哪儿？看你这几天闷闷不乐的，是为那天武烈军营的事担心，还是因为别的？前面那片地，就是当初我从康王那买的，验收完毕，现在就等度假村开业了。哎呦！真没想到啊，原本黄秃秃的山坡，居然能修成这样。这还得感谢灾民的建设。我给这取名叫石步坡。石步坡。啊，真不错啊。好，到了。来，啊，慢点。
我的名字？你是东家，当然写你的名字了。Romantic， 这名义挺会呀。以后感到累了，随时来这里。你掌舵苏家，压力不小，所以在设计之初，我就希望你能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谢谢你，李浩。这里很美，花灯长明，合欢相伴。我本该很高兴，我本……好了，檀儿，想哭就哭出来吧，这里没别人看到。此刻泪雨落尽，明日方是有情时。李恒，你王不褪色了，苏家会败在我手上。准备了3年，却落得这样一个收场。檀儿，路还长呢。不管怎样，我会为你撑着。来人！
我为什么会流泪？不是梦吗？我梦到你了。好，那一定是个好梦吧？嗯。那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有好高好高的楼，好亮好亮的窗。可是，我遇见了你。林毅，我吗？在我梦里，你不叫宁毅，好像叫……我啊，我叫尹宁。不过，我也不叫苏檀儿，叫若萍。恍惚间，我一起初见你时听到的那首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是你念给我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夜烟花垒上，若萍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干嘛那么大声啊？梦里也有红绫谱，闪亮如常。来，我来吟一首你最喜欢的词，《青玉案·元夕》。我原以为会是场好梦，没想到。哎，这周末我们可以去石浦坡玩了吧？我最近忙，得加班。水月镜花，终如泡影，生灭无常。灯前路向左，情深须分对错。不愿醒的，只剩我一人。可叹别君时，
你是我的夫君。你来了。你也来了？那你可不要像梦里一样放开我的手啊！梦中人，眼前人，原来我来到这里都是为了遇见你。从现在起，生意上的事，你可以在床上听、看、想也没关系。做出的任何决定，你点头，我去做；你摇头，我便不做。天航，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吧。太师，宋大人差信说，江陵的皇商事宜已安排妥当。那就有劳主事董大人了。太师此次主张皇商重选，乃是为天下布商求得公平，为官家分忧。你要去武都？哎，没想到宋宪如此跋扈。看来他背后的人权倾朝野。哼哼，也该回去看看。这个就留给你保家防身吧。密真司？怎么？小友不想问问这3字，意为何？人谋居办，我不必问。您想说时，自然会对我说。您放心去武都吧，我有我的方式。那康某人就在武都静候佳音了。苏老太公，刺伤苏檀儿的逃犯已被就地击杀。依本官看，定是见财起意。这件案子，本官结了。有劳宋大人费心了。老太公保重，檀儿妹妹定能早日痊愈。听说吴家要争夺皇商了。实不相瞒，确有此事。我吴家初涉织布生意，但皇商岁布乃我江陵布商荣耀。晚辈是想在如此盛会上揽众家之长，见习一番。吴兄，你又何须自谦呢？怎么？宁公子但说无妨。这盘棋，乌兄可从来不是旁观者。
太公啊，苏檀儿这一伤，10日后的皇商选拔，苏府派谁去参加呀？君欲愿为东家。徐掌柜，你急躁了。谭儿已有主意。谭儿为皇商筹备了3年，这是谭儿的底气，苏家的底气，也是我的底气。老太公，身为谭儿的夫君，我有责任替他完成这件事。放肆！你一个赘婿能为苏家主事？不怕毁了苏家的基业吗？那敢问白马驿馆，二位可还记得？英兄，这是何意？其他酒楼免不了有官僚商贾出入，倒是此处别致啊！谈笑有赘婿，往来无男丁，啊！想必公子要的是苏家织造术吧？大人行军打仗，自是谋定而后动。乌某的棋子，不止顾燕珍这一枚。营业，休要装神弄鬼！老太公受惊了，这移魂应景之术的用处，不过是为了告诫那些目无法度之人：举头3尺有神明。宁毅呀，宁毅，保你的人已经离开江陵了。是啊，既然我自己都站在坑里了，那我索性就把它挖大，看看这坑里还能装下多少人。宁毅他疯了！本官公务繁忙，皇上的事速速决定。老太公，姑爷毕竟从未经手过生意，若是失利的话，这……徐掌柜，你又急躁了。若苏家有任何损失，尽管算我一人身上。呵呵，口气不小啊！不仅如此，我宁毅还离开苏家，离开谭儿。此乃自举。好了。宋大人，苏府参加皇商选拔一事，就由我孙婿厉衡负责。我相信，这也是谭儿的意思。老太公，宋大人，请回吧。你们苏家全都会死在这坑里！宋大人慢走。宁大才子，既然你我成了敌手，恭维的话就免了。10日后见。不送。这么说，你同意我的方案了？可是谭儿听着有趣，也想去看看。等皇商结束，你养好了伤，我们再来一次便是了。
只是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反正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破釜沉舟，索性拼个大的。檀儿是担心，如果皇商大选输了，你真的会……虽然现在苏家账面情况堪忧，但即便输了，收缩开支，关闭店铺，这道难关总是能扛过去的。唉，从你娶我那天起，我好像就一直在惹祸，挺不让人省心的。所以，你觉得我会让你离开吗？所以，你觉得我会输吗？好了，赶紧躺下吧，不能受风啊！开工了，我去给你搏个未来。迎接皇商岁部大选，苏氏富航购物狂欢节开始啦！小姐姐、小哥哥们，多款苏氏厂牌成衣福袋惊爆抢购喽！公子，相信我小晶晶吗？必须的。先看第一款，来上链接。这就是成都老街头款轻奢成衣织云锦。看看这丝织长袖，看看这云罗花边，雾都小众爆款，谁穿谁高贵呀！这款成衣原价足足80万呐！在今日恰逢我店庆典，直降20万。这还不够，还有现在下头一单的仙女亲亲，再减20万哟！降这么多啊？我查了苏家账面流水，每年布行维护和存储长期积压库存的费用太贵，积压库存需要定期清理，对冲盈亏。但是呢，不能直说清仓，而是尺码不全，只剩2件中码了。啊，就2件啊！哎，都说首单满减是吧？那行，这件和后面那件我都要了，现钱结账。这位仙女，请到 VIP 通道结账。VIP 通道 is here。哎呀，现在只剩1件了，其他仙女赶紧下单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不到也不要失望哦！第3件宝贝来喽！然后呢？发动友商，把活动做大了。这就是我姐姐当天惊艳全场的红莲华，穿上它呀，每位姑娘都能做自信放光芒的女王。我艺馆可是拿了分销资格的，哎，往后进店买布送美酒1壶。哎呀，这苏家这做工穿上尽显儒雅风范呐。哪能？Sorry，大人。最关键的，是要考虑库房和顾客之间的距离。这个配送到炼柴，这个是领1楼的。苏式快递直达府里。好，您的地址我已经登记好了。哎，倪丽红，有人问最多能买几件？那双11活动，最多2件。什么双11？那个宁毅为的是给大家造成一个假象，他苏家分明是降价冲货。可是江陵城人尽皆知啊！大
大新闻！大新闻！苏氏布行回馈顾客，誓夺江陵皇商之名嘞！幸好我下手快，抢到了一件。大新闻！大新闻！苏氏布行回馈顾客，我也跟你去抢。苏家真是财大气粗，兄弟，你抢到了没？不，苏家婚后还有情人节。娘子穿上它一定很好看的。多亏夫君手速快。齐掌柜，你是苏家布行总掌柜，这点事儿不难吧？我尽力。宝宝们，仙女们，要不要走一波啊？赶紧告诉你夫人吧，席君玉果真是内鬼。确认了。我们几人分头查探，统统看见他与吴家会面。这个是苏家底牌。吕兴那边也看到吴家库房堆积了很多布匹。好极了，那就更不着急动它了。底牌是我故意让他偷的。只有他拿走底牌，所有事才能成立。我说过，我要把坑挖得大一点。席掌柜最大的用处就是把苏府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吴家。各位今日辛苦了，现在势头已经炒起来，等过几天的皇商大选，我们只要正常展示，高下立判。对呀，这成色世上绝无仅有，何况我苏家之布术江陵第一。就是，就算他们私底下有什么动作，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吧。总之，全江陵人都是我们的后援。如果赢了，就有以后；若是不巧输了，也就没有以后了。有着明皇布，这次我们绝对不会输的。对，就是，我们肯定是江陵第一。没错，江陵第一，绝对不会输的，绝对能拿第一啊！苏家誓同皇上。什么？宁毅把明皇布拿出来了？是。不仅如此，一连3日，宁毅都去拜见了董大人。一连3日，你为何现在才说？因为宁毅吃了闭门羹，董大人没见他。其实我苏府这明皇布可好了，我就是想让董大人看看这成色，就看一次。宁公子，您到底是有事没事啊？每天来都说这些。哎，董大人，我夫人苏台发明的明皇布，走，经此一家呀！看来吴公子多虑了，一个草包主事，苏家还能败得快些。不对，宁毅的行事虽笨拙，但并不莽撞。让你家夫人亲自去制造府呢？不用。其实我这几日去了，虽没见他，他也会听说这明皇布乃谭儿发明。哼！我带你去找董德成。你说他们会和董大人聊什么呢？这个时候，制造府守卫太严了，我们根本进不去啊。但我们侧面打探到，
最近苏家呼声很高，可能会让苏家最后展示。最后出场，他们都说啊，以往最后出场的，大概率会拿得皇商。那这件事就差不多定下了。哎呀，贤侄啊，你怎么才来呀？濮阳伯，抱歉，陪谭二用了个晚餐。哎呀，好了好了，赶紧进去吧。哎呀，就快到苏家了，前面几家拼得很火呀。我吕氏部行的巡查司已经介绍完了。好，辛苦吕老板了。董大人，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吕氏部行的巡查，今天是大日子，可是江陵的苏老板怎么缺席了？他在家等我的好消息。有请大川部行主事人展示。府尹大人，这意思是我吕家巡查司不行？这程衣透着一股怪味儿，不符合官家的需求，请回吧。大人，那是吕家巡查未到的司娟，乃是雅士所选。输就输在不会宣传。愿赌服输吧，生意场上或赔或赚，都属寻常。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宁兄胸有成竹？哎呀，感谢吕老板参加皇商选拔，辛苦了。哎，巡查司还是败了，所剩3家，恐苏家胜算最大了吧？姑爷，他们好像在谈论我们哎。当然，最后出场的是夺冠大热。董大人，请看，这是我大川部行紫霓裳。这还是输了。哎，苏家赘婿，一会儿看你的了啊！放肆！竟公然咆哮！大人见谅，小的是个粗人，多多包涵，包涵。哎，宋大人，莫要怪罪。若江陵部商亲如一家，相互鼓励扶持，那皇商岁部之事倒是简单了。宋大人以为呢？哦，哈哈，董大人说的极是，哈哈。有请乌氏部行主事。这乌家突然参加选拔，
好像是。哼，一个养蚕出身的，能织出什么好料子？姑爷，好像薛老板也不喜欢乌家呀。当然，蒲园灯会，乌启龙就在这儿，可是明说不参与皇上竞选。出尔反尔，商家大忌。这灿金锦的染织技艺，乃是我乌家倾尽数年之力，经过千次改良，才最终调制而成。而成衣，则采用洛神针法，尽显皇家之尊。哎呀，这个，姑爷，这东西看着不错。哎呀，我看看，洛神针法有什么稀奇？江陵很多职工都会，但这颜色，乌家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染布技术？会咬人的狗不救，这话太贴切了。哎呀，我的天哪！这漂亮颜色，这个颜色没见过，怎么弄？乌家拿出了杀猪钳，苏家这段时间弄的声势何其之大，哎呀，完全没用了。这针法，苏家这次唯一。乌老板，这布你乌家研发了多久啊？在下知道府尹大人的顾虑。我当初在蒲园灯会的确说过，不参加此次皇商竞选。那是因为我乌家灿金锦配方还有瑕疵，乌某确实不好应征。但就在半月前，灿金锦技术成型，乌某也就当仁不让了。日后若乌家侥幸得了皇商，也不会独自承应，还是会与各位同行共享份额。大家请看，灿金锦已得到江陵织造府认证。乌氏灿金锦合经史台申明，起形约束，速决翻版之患。不错，吴老板的配方确是独家独版。本官和宋大人都已明验。贤侄，接下来就是你了，可准备好了？既如此，乌家灿金锦展示结束，还请苏家登场。贤侄，该苏父登场了。贤侄，贤侄，松手啊，姑爷，还有机会。稳赢了哈！有了这刻书之事，这配方就坐实了是你乌家的。对手毕竟是一介书生，不在一个层次上。宁毅虽有小聪明，可惜年纪太浅，入门太迟。生不逢时啊！把苏家放在最后出场，我看宁毅还说什么。你
们苏家都是聋子吗？还比不比了？宁公子，该苏家了。哎，苏家要完喽。苏氏布行的主事人，请上前展示。我们退出。什么？退出？我没听错吧？怎么会这样？这赘婿能做主就好，苏塔尔能饶得了他？不想了，这退出干嘛？啊？你是怎么还真的？什么情况？贤侄，你这是？姑爷。各位大人，告辞。我还很看好苏家呢。夫君，怎么样？还差最后一步，等着明皇部，哦不，是残荆锦褪色。最近苏家可有动静？回公子爷，苏家店铺全都关了，贴的封条，还贴的告示，说内部修造，择日再现。择日再现。哼，我看是开不了门了。我听说啊，苏家最后一点现钱拿去遣散了年头久的掌柜和伙计。哎，像苏家那个廖掌柜，都年过半百了，还有何颜面回他武都老家呀？苏檀儿倾尽家财只为皇商，如今满盘皆输。留给下人一点体恤，也算保个名节。是。本以为还会有什么波澜，哼！等后天岁部交割，苏家名下那些店铺，也该改姓乌氏了。完蛋了！完蛋了！大人请。老师，德成来了。学生本该一到江陵便去府上拜访，但皇商大选关键时期，难免会惹非议，还望恩师见谅。无妨。坐。何时回武都啊？学生后日就回武都复职了。不知老师如何看待此次皇商大选？尽在这册子之中。这是宁毅写的。昨日刚刚写完。所在见地，令老夫叹服啊。学生到了江陵1个月，看那宁烈衡也无过人之处，行事常规，俨然一个初涉生意的门外汉呢。但凡有些经验，也会防范乌家抢注刻书之事啊。德成啊，你知道灿金锦是苏家始作？那日宁毅与门房说话，其实我苏府这明皇部可好了，我就是想让董大人看看这成色，就看一次。宁公子，您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来，这日日说的。我就在门口，考虑到本官职责所在，便屡屡推拒了。德成秉公如斯，很好。
老师，这是何意啊？你以为宁毅是真想见你？他要的是宋宪带着乌家去找你。宋宪只是引荐，那参检警注册的流程都符合工部官文规定啊。莫非你也成了他局中一子？啊！公子爷，公子爷，大事不好啊！慌什么？忘了我吴府礼数了吗？哎呦，公子爷呀，这下可要了乌家的命了！公子爷，你快看看吧！完蛋了，要命了！公子爷，你瞧，这是20日前的第一批，怎么？这是15日前的第2批，怎么回事？10日前的第3批，为什么颜色不一样了？是参军锦褪色了。一定是你们疏于保管。公子爷，一定是你们一直在干燥避风仓库好生保管，绝不是我们的问题，是配方。是细菌玉。我派人去找了，没找到。不对，是宁毅。进来给聂老板添麻烦了。苏小姐客气什么？哦，身子调养的怎么样了？好的差不多了。我不干了！云珠姐，你偏心，他都来了1个月了，你为什么不让他干这些活？哎，锦儿姑娘，我娘只是付过钱的，你让客人扫地不合适吧？哼，你整日不是写什么册子，就是捣鼓那些火药，是想火烧竹记吗？哪用得着火药啊？这眼前不就有个可移动的易燃易爆物吗？好啊，你说我脾气大。锦儿，我这妹妹心直口快，苏小姐多担待啊。哪里，还得多谢你们收留我夫君呢。听听，公道自在人心。烈豪，快去帮一下锦儿姑娘。好的，既然夫人让我帮助姑娘，那我就放心出手啦。扫哪儿啊？你瞎呀！这，还有那，这不都要扫吗？这1个月来啊，我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个大男人就怕风言风语。既然姑娘让我扫，好，那我就扫出个高朋满座，扫出个吴奇隆。宁公子，找你聊2句。吴兄，请自便吧。好。多谢。这地方确实别致得很啊。
宁兄还真是涉猎广泛啊！哎，这是要做什么？做个能让人好好说话的物件。格物？算是吧。这……啊，石墨涂层的黑板，可写可擦。那岂不是可以反复使用？是啊，有了它，不想让人看见的，一擦就没了。小心你手里的格物，我教它手雷，沾火就炸。发现褪色了吧？果然是你，就是你干的。这么生气？情况很糟。什么情况你会不知道？对不起，我没兴趣知道。摊牌吧，宁毅。你想要什么？你不是想吞苏家吗？现在得看唐二想要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想要什么？诚意。乌家能拿得出来的，唐二能吃得下去的。你说清楚，到底是什么？乌家在元州、闽州、曲明、临安的店铺，还有蚕丝质地。只要唐二要的，你就都得拿出来。宁立恒，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当着我的面，要我半个乌家？也许不到半个。唐二心软，有分寸，不像你这么贪婪。我想1/3总是够了吧？疯了吧，宁立恒！我劝乌老板见唐二的时候一定要诚恳，毕竟只有一次机会。你知不知道，我可以疏通关系，可以让交付延期，看你们苏家怎么死！但皇上应该马上就会知道，新晋江陵皇商交割碎布褪色。你唬我！乌老板听说了吧？苏府廖掌柜回武都了。那这灿金井褪色的事情，夫人呐，江陵皇商可是让乌家成下的。是吗？那等会儿可得跟皇上好好说说这灿金锦的事儿。公主会跟官家道明这一切，到时定你个欺君之罪，不在话下。想想吧，吴老板，后天便是交付日，一旦延后，消息就会放出。你没时间了，最好向唐二一次性结账。好，算你狠！我给你一半家产，你把真的配方卖给我。齐君玉偷走的配方，就是真的。什么？唐二花了3年时间研究这项技术，功亏一篑。
天然染色成分就是会褪色，因为缺少固色剂。若配方有真有假，我还会退出皇商争夺。原来如此，那这岂不是真要我吴家抄家亡族了？让无辜者陪葬，不是我要看到的结果。你能救我？第一，你吴家最少要拿出1半家产，充公保命。此时晋梁交战，威胁五朝边境，军队已进入备战状态。但这仗要打多久，难以预判。因此，官家、宰府、各省官员都会为军费发展，也许要几百万两，也许几千万。看你吴家能拿出多少，才能免去欺君死罪。真能如此？第二，尽快把宋宪的贪污罪证呈给织造府董大人。就算你不举报他，他若知道灿金井出事，也会第一时间出卖你，你一样是死。那宋宪可是当朝太师的亲伴。哎，御史台的专职工作就是封文奏事，办事效率很高，更别说像你这样能提供真凭实据的。可是，岁不交付，织云锦，这是第3步。有了这一步，能免去你所有罪状。成国公主已经穿着织云锦去找官家，多捧捧织云锦，用以替代灿金锦，这还不容易？宁立行啊，宁立行，居然全都被你算计到了。织云锦可以从苏家买，时间不多了，跟苏家主事苏老板谈吧，待足诚意。吴老板，整件事情是你开的头，我早就提醒你了。如今下场，也只能怪你自己，明明生逢其时，却不端心术。哦，原来如此。德成，你照章办事，并无差错。只是那宁立恒把事官商都揣摩透彻了而已。此次皇商大选，没有赢家。皇商岁部本就不宜时局。内卷，不错。立恒之意也是老夫之意。商家相争，互损内耗，输的却是我大武啊！老师，这宁毅评述鞭辟尽力，此等棋子之才，若为官，当是我朝之幸。可他这人，恰因世事洞明，而逍遥归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姑爷这首词我都没听过，那就好好听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情。濮阳伯，请坐。这首词送给吴公子。今日之事，不会再有旁人知道。堂儿不想声张，特意没让宗族长老和商会同行前来，给吴公子留足了面子。多谢宁兄。吴公子，记着，阳谋才是做生意的根本。我念你是个经商人才，所以只施以惩戒，不治你命。有劳苏老太公、濮阳伯，吴某告辞。多谢濮阳伯作保。哎呀，哪里哪里，苏家自此便洋河启辙了。老太公，哎呀呀，这回可是光宗耀祖喽！啊，小婵，看见没？信星座没错。当然啦，老太公 YYDS 啊，姑爷教我的，就是特别厉害的意思。哦，哎呀，李恒啊，听堂儿说，这都是你的主意。哪有？就是我相信好人有好报吧。那是因为是我信的星座，这才找到了这YYDS 的孙婿，啊。哎呀，李恒啊，这等计谋不是信手拈来，所有人都在你的局里，你才是最会算账的人。濮阳伯过奖了。当真10步一算。YYDS。哎呀，老太公，时候不早，您早休息。小侄先行告退了。哎，替我送送濮阳贤侄。是。濮阳伯慢走。孙婿啊，这1个月在外面受苦了哈，早点搬去谭儿那里，如何？我听谭儿的。老太公早点安歇，明早我就接厉恒。我看好你哦。你才要了3家店铺和1小块蚕丝田，我想着你怎么也得要他家1/3呢。好了，吴家还要将1半家产充作军费，足以让他不再跋扈。你看，老太公今晚多开心啊！好，你满意就好。厉恒，你先回竹记，今晚我要把这些账簿全都算清。你这事业心，我也是服了。明早见。明早见。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苏家内鬼，该轮到你了。一定是宁毅诬陷我！宁毅，你有种给我出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苏家内鬼，该轮到你了。
是宁毅让你们抓我的，你这是诬陷！宁毅，宁毅，你躲什么？有种给我出来！桃儿，宁毅一直在诋毁我。我们相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如今的背叛吗？桃儿，为何这样说呀？让他们抓你，是我的主意。你为何要这样？顾燕真，是你杀的，还试图嫁祸给我夫君，坑害我苏家，假装不会武功，敢骗我！我习武，那都是为了保护檀儿。熹君玉，这1个月，我请吕梁七杰查过你，你是自幼习武。黄门山寨主欧鹏，是你结拜兄弟，你武功卓绝，可以穿防过脊，毫无踪迹，还偷了明皇部的配方，交给了乌奇龙。檀儿，我是在救你啊！苏家上面不足以应对皇商啊！乌家是要吞了苏家，我哄骗乌奇龙，是为了让他轻敌啊！嘿，苏小姐，他不仅辱你苏家，还辱你智商啊！哎，我能不能先打他一顿啊？我同意。玉玺，烂人！勾结奸人，行刺主家，还敢狡辩！我怎么可能找刺客伤檀儿？刺客是乌启龙和宋宪合谋，从崇州死牢里买来的，与我无关啊！你知道的很多呀。啊！把他送官。什么？让官府处置吧。那岂不是便宜了他？烂人！檀儿，你执掌印前还叫我君玉哥，我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为了你和我的。够了，别再叫我檀儿。原来你对我从没有过一丝男女之情。苏檀儿啊，苏檀儿，我委屈在你苏家这么多年，不过是想摆脱匪寇出身，做个生意人罢了。但你却选择相信那个宁立恒，断我前途。想必你带的这几个匪寇，应该很懂什么叫挡我者死吧？他有埋伏。撤，护好苏姑娘。走。走。走！黄门山的兄弟们，给我上！看来今天吕梁七杰要大开杀戒了。那还等什么？你们以为我
欧鹏是吃素的。我要让整个苏家都为你和宁厉恒陪葬。是厉恒。受死吧！厉恒，檀儿，你没受伤吧？没事。我们断后，你们先走。来。宁厉恒，此处就是你俩的葬身之地。抬稳。要留活口吗？官兵就要来了，别为这种烂人脏了手。夫人说的是。宁毅，江陵之事已了，我们还要赶着去武都。见证送献，人头落地。江湖再见了，二位。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驾！驾！驾！你怎么知道我会去石不坡？就说我该不该去吧。现在，咱们去哪儿庆祝一下？不要了，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家吧。这么早就回家？怎么感觉还有大事要发生？岂止是大事？这是塌房塌到自己家呀！姑爷，小姐，刚刚走水了。小婵，这么大个屋子，怎么凭空就烧没了？啊？怎么就……小姐。是啊，这就怪了啊！
呀，姑爷，都说了火药不能放在屋里，这下好了，全都烧没了。我把火药都带走了呀。对呀。小姐说，我也肯定是遗漏了一些的。小姐说。小姐说，小姐说了吗？老板说的对，确实是我遗漏。那苏老板，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哎呀，姑爷，小姐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就是想要他亲口说。小婵，把姑爷的物件送到小楼。这么直接吗？进度也太快了吧！哎呀，谭儿，这样不好吧？再把1楼书房收拾出来给姑爷住。好的，小姐。哎，怎么是1楼啊？谁让你叫我苏老板呢？这是重点吗？哎，夫人，咱们再商量商量。哎，你好歹给我升个舱嘛！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姑爷和小姐成双对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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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我们小姐、姑爷，我唱首歌给2位助助兴啊！不用了，快走吧。哦，好吧。那个小婵有点可爱，有点可爱哈。那我们这是船吗？鸭子，鸭子吧那是。哇，没见过。夫君，刚刚已经是落水的第3个，我们是不是太招摇了？有吗？你会不会游泳啊？要不要救你一下呀？好吧，掉头回去。皇上禁食录送到武都了吗？康老来信说，董大人已经呈给皇上了。官家，事关皇商督办宋宪贪墨罪状，都记录在此。好大的胆！太师啊，宋宪督办皇商岁部一事，可是你保举的？官家息怒，老臣察举失度，戴罪之身不敢包庇。宋宪虽战功赫赫，但贪墨一行罪不可恕，若不严办，难以给五朝百姓一个交代。臣请官家下旨，追回赃款，充作军务，斩首宋宪，昭告天下，以儆效尤。准奏。
官家英明。斩！启禀驸马，江陵皇商一事已了。宋宪恶行，如今天下皆知，杀一儆百。宁立恒的手段，倒是让宋宪死的有点价值了。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去江南查匪患。属下领命。唉，什么五朝第一赘婿，那康老头才是推手，藏的比这江陵水还深呢。这样，吕梁七杰也算是步入正途了。哎，不说别人了，想想看，咱们去哪儿度蜜月去？不如去临安找我娄姐姐吧。就你办发布会的那位故友？是啊，而且她还是聂云竹的恩公呢。这么巧吗？娄姐姐可是临安出了名的才女呢。去年，娄姐姐耐心教我何为会员制度，怎样去宣传。啊，对了，还有富贵蛋。娄姐姐听说聂姑娘想离开青楼，就无偿教她制作这富贵蛋，传授她经营之法。云竹，你在临安颇有不便，我这有些碎银子，你且拿着。多谢恩公。来，去江里重新生活吧。哦，这个小姐姐是活菩萨啊。可惜了，娄姐姐并未像我一样幸运。娄家掌印被传给她那玩世不恭的大哥。我还挺想她的。那蜜月之行，咱们就去临安走走。顺便再收购几家店铺。手机！立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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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恒！唐明远，檀儿妹妹要来临安啊，很好。宁毅、宁立恒，我是不是该叫你尹宁呢？